从我出生开始，姐姐就憎恨我。那天，我看着她爬上我丈夫的床，我想这一切也该有个了结了吧。东北的39天太冷了，呼呼刮着大烟儿泡，小龙卷风一样吹在脸上，刀子般刺痛皮肤。我在风雪里却跑出一身汗。到姐姐家，2步1级跨上3楼。我犹豫再三，终于还是鼓起勇气敲响了她家的门。真好，她还能住楼房，我却回到了要烧煤点炉子的平房。这年代了，还有人要借米。姐姐打开门，戏谑鄙夷地打量了我一番。来干嘛？大雪天不老老实实在家伺候你那个帅老公？姐，没米了，给我拿点。我穿上她丢给我的一双单拖鞋。她头也不回地坐到了沙发上，抓起一把瓜子，翘起2郎腿，继续看电视。谁家大冬天过日子不提前买200-300斤？你啥也不干，就等着我伺候你？不是，从小到大就等我。什么就等我？我欠你的，你什么时候伺候过我？你不欺负我就算好事了。我心里默默地嘀咕着，想起来很多小时候的事。小时候爸爸妈妈很忙，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去农村赶集。他们在城里进货，拉倒农村大集去卖，赚个差价。家里说穷也不穷，养得起我们姐妹俩；说富裕也不富裕，但给2个孩子都买新衣服，实属没必要。于是我从小到大都在穿姐姐的旧衣服。每天早上走之前，他们都会把当天的饭钱放在姐姐枕头旁边，让她在学校给我买饭吃。但是她从来没给我买过饭。每天早上，姐姐会给我2块钱，那就是我一天的饭钱。我经常拿着钱去学校校内小卖部买一包方便面，1块钱，剩下1块钱偷偷存到存钱罐中，希望存够6块钱能买一个假的芭比娃娃。可是总也存不下这6块钱，因为又要买铅笔，又要买橡皮。有一天，我跑去跟妈妈说：“给我5块钱吧，我想买铅笔橡皮。”妈妈停下剁菜的手，意外地看着我：“昨天刚给你们20块钱买文具啊！”忽然一只手从后面死死地抓住我的耳朵：“给你10块钱一天全花光吗？是姐姐。”我哇的一声就哭了。我的钱我都花不完，存起来。她的钱整天乱花。姐姐把我从厨房拽到卧室，恶狠狠地看着我：“谁让你跑去要钱的？”我吓得退到墙角。听见妈妈，她拉着拖鞋跟了进来：“你打她干什么？”然后妈妈皱着眉头看着我：“你钱花哪儿去了？”我不敢哭得太大声，因为以前在家挨欺负，哭得太大声会引来隔壁大娘，大娘走了以后，姐姐会揍得更狠。我哆哆嗦嗦含糊不清的呜咽：“没给我钱。”妈妈回头看着姐姐：“钱呢？”她撒谎：“给她了。”妈妈伸手去掏姐姐口袋，一把抓出来几张5块钱，不止20块。这是很多个早上妈妈留下饭钱，姐姐私吞掉的。妈妈一下子都懂了，她一个巴掌扇到姐姐脸上：“你怎么这么坏？”姐姐没哭，她扭过脸，阴冷地盯着我：“没有他就应该都是我的。”“什么都是你的？这是你和妹妹一人一半的。你到底饿了他多少天了？你就喜欢他，就因为他长得好看，我长得丑。胡说八道什么？我都知道，你怀他的时候天天吃鸡蛋，所以他那么白。你怀我的时候天天吃土豆，所以我这么黑。”姐姐忽然崩溃大哭。可是我不懂，她崩溃的一切难道怪我吗？从那天开始，妈妈会单独把钱分别塞到我们枕头下，而且还会要我们记账，隔3差5就会要我们的账本看一看。姐姐从我这里再也没多拿走过1分钱。可是她并不罢休。被妈妈教训的那个晚上，她偷偷地在被窝里掐我大腿，2边大腿内侧一片淤青。我不敢大声地哭，也不敢告状，因为我知道爸爸妈妈总是不在，他们替我出头一次，就会换来更狠的一次折磨。后来我发现姐姐开始偷钱，
妈妈脱下来的衣服总是会忘记里面剩下的3、5块钱，有时候是10几块钱。每天晚上爸爸妈妈睡着以后，姐姐都会起床去掏他们的口袋。姐姐变得越来越有钱，她拿着这些钱去买新衣服，放学回家的路上会找个公共厕所把新衣服换下来，这样妈妈就不会发现一切了。我那个时候还在上小学，姐姐已经上初中了。学校虽然挨着，但终归不是一个学校，所以彼此很难了解对方每天的动向。有一天，我看到姐姐鼻青脸肿地回家了，我知道大事不妙，飞快地跑到了隔壁英英家。你姐在学校被人揍了，你知道吗？什么？为什么呀？我哥说的，她去抢人家男朋友。你姐不好好学习，天天穿得花枝招展的，完了！这个时候回家，我死路一条。你还不回家安慰她？她说她想自己待着，我第一次撒谎，为了自保。你姐可贱了，我看见英英和她哥共用的写字台上摆着姐姐班级的排名，倒数第10，你第1，她倒数。你妈不打死她？英英担心地问我。我低下头没说话。姐姐一直说成绩没出来，还早就把我的成绩单撕了。可是妈妈真的会忘记成绩这回事吗？第2天，妈妈给姐姐的班主任打了电话。少楠楠根本不好好学习，也不知道你们怎么当家长的，给孩子买那么多花里胡哨的衣服穿到学校，像个小混混一样，不是早恋就是翘课。随后妈妈又给我的班主任打了电话。邵晶晶第1啊，成绩都是满分，就是这孩子总吃不饱，一天到晚也吃不上一口水果。也不知道你们怎么当家长的，这么好的孩子不好好关心，清清秀秀的孩子搞得面黄肌瘦的。妈妈挂断电话，静静地坐了很久。以后都好好学习。她没再说什么，也没跟爸爸提起一个字。随后的一天，我正在上语文课，班主任敲响了门。不好意思，张老师，邵晶晶的妈妈来了，有点事。我瞪大了双眼，跟了出去。妈妈手里提了一袋子水果，居然还有牛奶。他们把我叫到办公室，先让我吃了一顿。我高兴坏了。你知道你姐姐钱哪儿来的吗？妈妈抚摸着我的头发，小心翼翼地问。我忽然一哆嗦，猛地向后靠去。李老师捞住我的后背，怕我摔倒。你现在跟你妈妈说实话，就是在帮你姐姐，不然以后她误入歧途，遇到坏人就废了。我看着妈妈，又看着李老师。是啊，老师说的对，我不说，姐姐变坏了，也许会把我杀了。于是我一股脑就把所有事情跟妈妈讲了。妈妈搂着我，呜呜地哭了好久。李老师在旁边又劝又跺脚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唉声叹气。我们不是在救姐姐吗？他爸爸当初想要个男孩，才会要晶晶，但是我们对楠楠很好，就怕他觉得不公平。但如果硬要说不公平，其实这么多年，我们给晶晶的更少，给楠楠的更多。妈妈一边哭，一边给办公室的老师们讲着我家琐碎的家务事。晶晶的姐姐可能就是被惯坏的，她这么欺负妹妹可不行，自己不学好还嫉妒妹妹。其中一个老师的一句话让我记了一辈子，有些人就是天生的坏。我带着妈妈去了学校旁边的游戏厅，看到姐姐在里面跟几个小混混打得火热。邵楠楠，妈妈震怒地大声吼着她。她回头看到的却是那时候躲在妈妈身后的我。晚上回去后，爸爸妈妈狠狠地教训了姐姐。他们告诉姐姐，再旷课，再偷钱，就把她送去寄宿学校。再欺负妹妹一次，就狠狠地揍她一次。晚上，姐姐没再掐我的大腿根，她只是静静地蜷在被窝里，冲着我反反复复说着一句话：我迟早要你付出代价。而后来，她真的做到了。我时常会想起来小时候这些事，害怕是我唯一的感受。我害怕后来姐姐的眼神仿佛藏着什么不可名状的秘密，我也害怕她之后多年的冷暴力。
我想离他越远越好，所以我十分努力的学习，学习好，考大学，远走高飞。高中毕业后，他去了老家附近的卫校。后来妈妈花了大价钱，让他进了老家的一家医院做护士。我考进了一所重点大学，学习当时热门专业英语。他毕业后一直在帮妈妈还欠款，但是他依然觉得不公平，时常给我打电话，抱怨我上大学学费高，都要先毕业的他来承担。有一次，妈妈私下里跟我讲，什么你花的多，他还的都是他抢破头皮要进那家医院欠下来的钱。即便我曾经多次尝试跟姐姐解释，我上大学办了助学贷款，也无济于事。他根本听不进去我说的话，他就像走火入魔了一样。其实他在高中有一段日子非常刻苦，像疯了一样的学习，但是因为早期落下的课程实在是太多了，所以高中的努力无济于事。我经常能看到他半夜坐在课桌前默默地哭泣，然后他会扭过脸来瞪着我很久很久。我假装睡着，不敢睁开眼回看他。我知道他心里一定在想，我这么笨，就是因为好的都给了妹妹。大学毕业后，我想留在大城市，那么多 offer 纷至沓来，我高兴坏了。可是姐姐的电话打来了，你趁早回来照顾妈妈。凭什么我一个人在老家伺候她？爸爸过世早，妈妈也因为年轻时睡眠不足、体力不支，导致身体非常糟糕。后来姐姐结婚早，妈妈一直帮姐姐带孩子，不早不晚确诊了3高，3天2头的头晕、恶心。医生说多休息，少操心。妈妈也50几岁了，我确实非常担心她。一人一半，不可能都我来伺候。我不管你回不回来，只要轮到你伺候咱妈的日子你不在，我肯定不去。所以她要是有个3长2短，全怪你。没办法，我回来了。如果当时我不回来，就不会有人死掉了吧？我也不想靠谁去进什么公立院校当老师，尽管简历非常好看。所以我随便找了家课外辅导班做代课老师，赚的还算可以，起码可以给妈妈买好的吃好的。有一天，姐姐一脚踹开了家里的门，疯了一般的哭，指着我和妈妈破口大骂，都怪你们，不是你们，我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你这是怎么了？妈妈十分担心她。我怎么了？我现在又丑又胖，老得不像样。你再看看这个狐狸精。姐姐一巴掌过来，火辣辣地扣在了我的脸上。已经很多年没给她机会这么打我了，好熟悉的感觉呀！你发什么疯？妈妈一把把她拽开，然后没站稳，跌坐在了地上，高血压犯了。我赶紧拿药塞进妈妈嘴里。后来茵茵跟我说，姐姐高中的梦中情人回来了，他英俊潇洒，他见多识广，他不想继续待在大城市了，他回来了。姐姐高中那段时间的奋发图强也是为了他。看到他回来，姐姐的青春仿佛回来了。看到自己现在的模样，姐姐的青春再一次消亡。他是我们这座小城市的万人迷，他是我后来的老公。是的，我完了，吃不起饭了。姐姐继续嗑着瓜子。我木然地点点头。那有剩饭，吃吧。先吃饱了再说。我看着桌子上乱七八糟的剩饭剩菜，一动不动。米是没有的，去咱妈家拿吧，不怕她担心犯病，你就去。但我肯定不给你，我不欠你的。我默默地穿上鞋，准备回家。她没拦我，只是很庆幸地在讥笑。穿过风雪走回家，我一路都在想，怎么跟周宇交代。我打开家门，就预感到大事不妙。周宇在家里的炉子前，把桶没用的炉钩子烧得通红。他看着我，笑了笑。我听说你吃饱了。我向后退去，慌张地摇着头。我听说你吃饱了不说，给你米你也不要，说恨不得饿死我。我急得哭了出来，还不等我解释，周宇一拳砸到我鼻子上，鼻血呼呼啦啦喷了出来。来来来，
你跪在这里。他微笑着。老公，别这样，我害怕的瑟瑟发抖。他走过去，拴好门。快点，跪下，这不是我第一次被他家暴了。这一次，他下手更狠。他把烧红的炉钩子直直地烫到了我的小腿上。门窗外风雪的哀嚎声一定会彻底盖住我的嘶吼，没人听得到，没人会来救我的。从姐姐家走了以后，姐姐第一时间给周瑜打了电话，编排了一堆谎言。那么，姐姐早就知道周瑜一直在家暴我了。周瑜也不想回到这座小城市，但是他的家庭需要他。他爸爸在外面赌博，欠了很多钱，还长期殴打他的妈妈。周瑜带着这些年存下来的钱，堵上了家里的窟窿，在家里给妈妈撑腰。同样向往着大城市的生活，同样无奈地留在了小城市。这大概就是我们相爱的契机。他在补课班教美术，我在补课班教英语。直到我们在一起的那天，姐姐彻底崩溃了。我连她的梦都抢走了。我想，你的梦迟早都会被别人抢走，那不如肥水不流外人田。很快，我们结婚了。原本住的一套80平的楼房，也因为他爸爸赌博卖掉了。周瑜郁郁寡欢，被爸爸拖累的生活无望，导致他日日酗酒。他时常说身体不舒服，于是干脆把工作也辞掉了。家里上上下下都背在了我的身上。妈妈说，原本以为你会过得很好，结果你最辛苦。姐姐说，报应。姐姐到底是什么时候知道我被家暴的？一直以来，我掩盖得很好，连我的好朋友英英都不知道。直到那天，我下班回家，听见房间里传来她和老公聊天的声音。我妹不行啊，根本照顾不好你。是啊，诺，我给你买的酒是你最爱喝的吧？哎呦，谢谢我的姐姐了。我从窗边偷偷地看到姐姐爬上了我们的床，然后拍着枕头问周瑜，什么时候这事儿能成啊？周瑜笑了笑，哪天我没喝酒的。喝了酒不行。姐姐噗呲笑了，你这就是吊着我常来呗。那这是想我还是想酒啊？周瑜走过去轻轻摸了摸姐姐的脸，都想啊，都想。我捂住嘴巴，飞快地跑了，跑到一处没有人的地方，把脸深深地埋进了膝盖中间，浑身颤抖的小声哭泣着。干什么呢？一只大手拍了拍我的肩。我抬头一看，是英英的哥哥赵飞，他现在是我们市的刑警。没什么，在这哭得像个丧家犬。赵飞在我身边坐了下来，点燃一根烟。你说你回来这小破地儿干什么？我擦着眼泪没说话。英英说，你姐威胁你回来的。白瞎了，你姐可真不是人啊。我的脑子转了起来。你以前多好看，学习还好，我们都喜欢你，都觉得你以后是人中龙凤。赵飞是刑警，我看着眼前的老学长，混乱不堪的思绪逐渐清晰。你为什么要嫁给周瑜，那个落魄小公子？他出现的刚刚好，所以如果当时出现的是我，你也会嫁给我。不知道，他打你吧？英英说，前几天看到你鼻子坏了，走路还一瘸一拐的。我再一次抑制不住泪水。赵飞搂过我，我的泪水就这样沾湿了他的肩膀。多巧，多好。中秋节那天，我回去看妈妈，姐姐一家早我一步到妈妈家。我推开门，看到姐夫在卧室张牙舞爪地打电话，好像非常着急。他看到我进门，一脚把卧室门踹上了。我放下礼品，妈妈让我喝口水。周瑜呢？我斜眼看了看姐姐，姐姐在一边咧嘴想笑。他不来，没脸吧？他不来正好，免得把我气死。可不是，我真想毒死他。当初嫁给他，跟我各种保证对你好，结果现在呢？自己都觉得自己下不来台。中午吃什么？做了吗？我试图转移话题。你就想吃现成的呗？自己家揭不开锅了，四处蹭饭，跟个要饭的似的。
姐姐晃晃悠悠从沙发上站了起来。什么揭不开锅了？妈妈拽住我的手臂，死死盯着我。我拍了拍她的手，上个月工资买了几吨煤，一下子没倒过来。没事，有难处可千万跟妈说呀。偏心眼劲儿的，怎么从来不跟我说这话？你不是说大伟赚得多吗？再说，你什么时候让自己吃过亏？姐夫这个时候推门走了出来。老妹儿来了。你家大少爷没来，我没搭话。妈妈一向不喜欢姐夫那个流里流气、暴发户的样子，对完姐姐就冲姐夫去了。管管你自己闺女吧，这么小就开始化妆，少管旁人家的事儿。妈，你干嘛？说我一个还不行，连我老公也要勺得上。姐姐一拍桌子就窜了起来，指着妈妈大逆不道的叫嚣：就我妹好，饭都吃不起了，还护着她呢。米都借到我家来了，她都快卖身换钱去了。我卖身也不会爬上妹夫的床，咸咸的泪水噼里啪啦往嘴里掉。姐姐忽然傻眼了，姐夫吹胡子瞪眼的看看我，又看看他。老妹儿说什么爬上妹夫的床？我听见那双大手捏得咯楞响。我就是去给周宇送酒，什么爬上床？你少听这狐狸精胡说八道，好无力的辩解。姐夫嘴角向下不住的撇。早听说周宇是你梦中情人了，我以为都是流言蜚语，合着这事儿有谱啊。听谁说的？一帮臭八婆。姐姐向后慢慢退着。人家老公用你送酒，又不是外人，那是我妹夫啊。你妹跟你借米你都不借，你妹夫缺酒你上杆子送。说着，姐夫一拳揍到了姐姐脸上，呼呼的鼻血窜了出来。姐姐疼得发不出声。妈妈上前拽住姐夫，行了行了，大伟，这事儿真假还不知道呢，怎么动起手来了？大伟，你他妈的不是人！你在外面多少女人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钱赔个底儿掉，你都不忘找女人。我给你生孩子不错了，你还找我茬？哎呀，越说越不着调。大伟，你先走。都冷静冷静，冷静冷静。妈妈把姐夫推出门，回头帮姐姐擦鼻血。鼻血还没擦干净，姐姐就跳起来抓住我的头发往墙上撞。臭婊子，自己过不好也不让我消停，吃不上饭怎么没把你饿死？蹲，一下一下撞得我头晕恶心。妈妈拉开我们，我有些眼花，晃晃悠悠地看着眼前魔鬼般的姐姐。好几重影子在我面前闪烁，这些影子重复着相同的话：我让周宇揍你都揍轻了，不应该让他拿炉钩子烫你的腿，就应该直接躺花你的脸。妈妈迷茫地听着一切，然后一个巴掌打到了他脸上。姐姐呜呜地哭着：有你好受的，你等着吧，有你好受的。妈妈呜呜地哭着：什么东西？我养大的是个什么东西？我看着他们，雾一般恍惚。赵飞一身制服站在我面前，眼神中充满了期待。怎么回事？他言语尽量苛刻，生怕被人怀疑徇私。我泪眼朦胧地抬起头，每一口咽下去的口水都像石头一样积压到胸口。说呀，怎么回事？人是你杀的。他怒其不争地捶着审讯室的钢制桌面。我快速地摇着头，满脑子都是周宇的笑脸，他温和的关爱，他掌心的温度，他时不时挥洒发出来的淡淡的香味。周宇死了，被人在家毒死了。他他妈死的时候只有你一个人在现场。你他妈的疯了吗？赵飞气得浑身颤抖，看着泣不成声的我，却又无限怜悯。我不是说了吗？有事跟我讲，你为什么要走这一步？他哈腰对着我的脸，我看到泪水从他脸上慢慢滑过。赵飞，不是我，那天风雪太大了，下班路上几次要扶着树，不然真的容易飘到天上去。睫毛上挂满了薄霜，眼前的路恐怕都看不清。身边偶尔有路人摔倒，呼喊两声，但也很难听清到底在说些什么。
小时候，妈妈跟我说，雪溪声，在雪地里讲话要大点声，不然旁边人是听不清的。好不容易走到家，发现炉子里的火早就灭了。我知道，事情还是发生了。周宇不会这样的，他知道我怕冷，我不敢进去，怕面对终究要面对的噩耗，但我必须进去。我拖着步子走进客厅，看到茶几上摆放了一只酒杯，一副碗筷。周宇在沙发上像睡去了一样仰着。我试了试他的鼻息，走了。明媚皓齿，安详踏实。老公，我小声地呼喊了一声。我想上前握住他的手，让他起来给我生火。可是我记得他生前的叮嘱，宝，到时候你千万不要上前碰我，什么都不要碰。老公，我大声地呼喊着，跪在地上掩面而泣。准备的再万全，我依然没有办法接受爱人的离去。我希望这一切都是假象，我希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我甚至希望我们从来没有相遇。我拿起电话，拨通了110。你姐说，你曾经说过要毒死周宇，周宇也跟他说，你可能会下毒。我猛地抬起头，看着赵飞。我姐？对，你姐和你妈在隔壁。她还说什么了？哎，她说什么重要吗？你为什么这么做？不是我干的。她还说什么了？多年的压抑变成愤怒。赵飞有点被我的反应吓到了。他说周宇确诊这段时间，你一直让你姐偷偷去医院拿药，所以你手里才会有过亮芬泰尼。他放屁。周宇得了肝癌，肝硬化。多久了？回老家之前确诊的。所以他留在这里不完全是为了他爸爸。对，为了养病。那你还愿意嫁给他？我跟周宇是真爱，但这话我怎么能说出口呢？真爱会把我打成那样？赵飞会起疑心的。你他妈是不是脑子有病？他点燃一支烟，背对着我颤抖着吸着。他一定是在思考如何救我。这时候，赵飞的同事宁警官拿着一堆资料走了进来。飞哥，给。赵飞一页一页慢慢地看着我早就知道的内容。他掐灭了手中的烟，看着我。周宇爸妈很早以前就给他买了巨额保险。我毫无反应地看着他逐渐冷下来的双眼。所以周宇被人杀死的话，法定继承人会获得高额理赔。你就是这个法定继承人。忽然他眉头紧皱。不对，你没有这么蠢。赵飞缓慢地摇着头，思考着。晶晶，你没撒谎，凶手不是你。他笑了。去查少楠楠事发时的行踪。你都知道什么？告诉我。赵飞看起来十分高兴。飞哥，自首会减刑吗？说什么傻话呢？你告诉我，会吗？哎，当然了，起码不会判死刑。如果犯罪嫌疑人自首，并且赔偿足够经济损失，得到家属谅解，可能也就关个10年8年。我绞着手指，不停地思考和掂量。你琢磨什么呢？知道什么必须跟我交代，明白吗？这不是恳求，这是你的责任和义务。我想单独见见我姐。可以，那你能给我什么？我能给你真相。赵飞把空调温度调到28度，暖暖的。我搓着手，但却笑不出来。我想，她毕竟也是妈妈的女儿，伤害她，也是在伤害妈妈吧。姐姐笑着走了进来。多谢你啊，警官。我老公晚点就来接我了。扭过脸看到我，他不消地喷着鼻息。且，活该。就知道你有这么一天。我忽然间不怕了，不再害怕他尖酸刻薄的言语，不再害怕他粗暴的恐吓。姐，你跟警察说什么了？说实话呀。他直勾勾地看着我，毫无眼神闪躲。难道天生的坏人就是这样，无所畏惧，包括自己的良心？姐，我是你妹，亲妹。呸，你就多余，就不该有你。现在好了，要自己消失了。哈哈哈哈！我的眼泪啪嗒啪嗒地往下掉。他轻身向前，
笑里藏刀。你知道吗？警察跟我说，现场全是你的指纹呀，满桌子满沙发，重点是那杯毒酒上也都是你的指纹。那是我家。姐，你知道吗？周宇真心爱我，我小声地跟他低语，外面的警察定是听不见的。姐姐忽然眼神犀利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有一分一毫爱过我吗？姐，你什么意思？他拍案而起。有吗？我看见姐姐在我面前瑟瑟发抖。你记得小时候我们一起玩过捉迷藏吗？她依旧死死地盯着我。我藏起来，你在找。其实你以为你在找我，但是我一直躲在暗中看着你呀。赵飞和另一名警察走了进来。你妈妈说你姐和周宇有一腿，你姐经常偷偷去你家给周宇送酒，我和姐姐依然对视着。案发时，你姐夫的车就在你家不远外停留了很久。根据车载记录仪显示，案发后你姐上了车，然后二人驶离。我去那附近买熟食，你们不知道吗？那里有一家非常好吃的熟食店。哦，对不起哦，亲妹，你吃不起。赵飞皱紧眉头，生气地摇着头。买了什么？买了熏鸡腿、猪血肠，还有人血馒头。姐姐操起手边的纸杯朝我扔了过来。赵飞气得要上去动手，被旁边的警察拦了下来。呀，小情人急了，我警告你，这里是警察局，你别胡来。旁边的警察指着姐姐发出警告。你们怀疑我是凶手？呵，真好笑。我为什么要杀周宇？因为周宇的法定继承人是邵晶晶，邵晶晶的法定继承人是你妈妈。邵晶晶如果不在了，那周宇的保险理赔款不就都是你的了吗？而且你先生包工的烂尾楼赔进去多少钱，不用我说吧？你们家现在什么情况？恐怕还不如你妹妹。你们有证据吗？别在这吓唬人了。你想替我妹徇私枉法坑我一下？门都没有。姐，你爱过我吗？爱什么爱？我天天恨不得你死，你死了我才踏实。你快点死吧。赵飞心疼地看着我。飞哥，我能要回手机吗？我有证据。姐姐犀利地看着我。你有个屁！我当着所有人面打开手机，屏保是我和周宇的合照，照片里我们笑得那样快乐。然后我打开一个监控 app， 一点点找出周宇出事时的画面。姐姐第一次露出了害怕的表情。捉迷藏呀，我在暗处看着你。你找我？我妹恨死你了，在家跟我和我妈说要毒死你。周宇忽然一脸柔情，笑了。是，他说过要毒死我。然后周宇转身去厨房端菜。姐姐看着他离开的背影，戴上手套，从口袋里掏出芬太尼，注射到了已经倒满酒的酒杯中。周宇回来的那一刹那，看到姐姐正把手套塞回口袋里，他怔了一秒。这一秒，也许只有我一个人明白其中的含义。这一秒，他脑海中一定都是我。想到这，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心如刀绞，无法呼吸。周宇走到茶几前坐下，我们喜欢在茶几上吃饭，对着电视。姐姐有点慌张地看着周宇，也跟着坐了下来。周宇吃了几口菜，端起酒杯。我本来身体还可以，虽然无法治愈，但也不至于恶化。姐姐低下头假装去吃菜，不敢看她。但是因为酗酒，病得越来越重。医生说我活不过5年。楠，你就那么恨晶晶吗？什么？姐姐抬起头，有些意外周宇的话题。晶晶没做错什么，可你却要折磨她一辈子。你为什么替她说话？因为我爱她呀。姐姐生气地摔出去筷子，站了起来。周宇，你爱的是我。周宇笑了，他举起酒杯。我从来没有爱过你，至始至终，我只爱晶晶一个人。干杯！然后他一饮而尽。姐姐惊恐地向后退去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？你总不能说视频里的人不是你吧？
赵飞掏出手铐，向他走去。你家怎么会有监控？我早就看过了，根本没有。小时候你撕烂过我唯一一个洋娃娃，那是爸爸妈妈买给我的生日礼物。周宇说，这娃娃总要起点作用，毕竟他也被你伤害过。你们陷害我，你和周宇那个王八蛋陷害我。赵飞实在无法忍受他了，一把将他扣住。没有人陷害你，要是你自己去医院偷的，也是你自己下到酒里的。也没有人邀请你去我家，也没有人求着你来送酒，更没有人请你爬上我们的床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姐姐哭了，绝望的哭，却毫无悔意。周宇从来没有碰过你，臭婊子，是你蛊惑他的。姐姐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指着我骂，他爱我，他为了爱我提防着你。撒谎，你撒谎！真相，周宇病了，从大城市回到老家养病。他的爸爸十分自责，认为自己没本事，不能给儿子最好的条件，于是铤而走险去赌博，结果越赌越输，越输越赌。外面的流言蜚语越来越多，周宇几次跟他爸爸喝得酩酊大醉，爷俩抱头痛哭。有一天他喝多了，扶他回家的路上碰到了姐姐。姐姐为了亲近周宇，跟我一起把周宇抬回了家。我去打热水，回来的时候听到了让姐姐误会的对话。喝呀，来，干杯！你喜欢喝2口啊？2口哪够？要喝就要喝痛快。来，喝呀，喝多了多快活。姐姐在家里转了2圈。你家穷的酒都买不起了吧？喝酒不好，我低头给周宇擦脸。切，买不起就说买不起。后来姐姐总是趁我上班不在家来给周宇送酒。你姐勾引我呢。有一天周宇和我一起看电影的时候说，你看他就想跟我这样。他指了指电视。我身体不行了，活不了5年。我爸妈早几年给我买了保险，受益人是法定继承人，病死没有多少钱。保险配比中意外死亡理赔高。我猛然坐起来，掐着他的脸说，想什么呢你？我告诉你，以后少喝酒，好好活着。他凑过来亲吻着我，宝宝，我爱你。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就是能爱你，能被你爱。我摩擦着他粗糙的脸，感受指尖他带来的温度。你姐夫欠了好多钱，你知道吗？你听谁说的？我表弟。所以呢？所以咱们俩迟早会惹急你姐。我跟他说了，我有保险。我疯狂地捶打着他的胸口。我不要钱。要什么钱？我要你，我要你。可是我活不了几年了。他摸着我的肚子，满足地笑着。姐姐就是这样在周宇的暗示下一步步上钩的吧。他让周宇毒打我，烫伤我，打歪我的鼻骨。周宇照做不误，姐姐就以为周宇爱疯她了。可是她不知道，每次下手，周宇眼睛里全是爱意和心疼，他一辈子也得不到的爱意和心疼。周宇偷偷在那个烂娃娃里装了监控，希望有一天能替娃娃报仇。我看着他幼稚的举动，笑着摇了摇头。老公，你想的太多了，我姐不会害人的。宝宝，我不会看走眼的。有的人是天生的坏，好熟悉的一句话，可我依然不相信会有这么一天。周宇觉得这一切很好玩，那就让他图个乐吧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不能背叛我。他被我逗得哈哈大笑。我下不去，可姐姐啊，姐姐还是铤而走险了。他真的恨死我了，不但要我死，还要我心死。公婆把理赔款都给了我，我也跟他们说了我怀孕的事。赵飞跟我说，错过一次不想错过第2次了。孩子总要有个爹吧，他很好，可我还是爱周宇。你会爱上我的。我笑了。你容我想想，可以吗？妈妈很伤心，但她说我问心无愧，哪来的回哪儿去吧。
地狱来的就地狱收，妈妈把外甥女接过去一起住。姐夫因为是共犯，也进去了。显怀后，我去探望姐姐，给她看了一段视频。视频里是幸福的我和周宇。老婆，爱情是什么？你不知道，爱情是毒药。他揉了揉我的头发。那你有多毒？我呀，我要毒死你！姐姐用拳头砸着桌子，咬牙切齿地唾我。臭婊子！我告诉你，我迟早出来弄死你。哦，姐，我要结婚了，新老公是个警察，再见吧，姐，再也不见。